当我们在做边缘计算的时候，我们要在意的其实要几个点。我们要take care 是从都会，我们要到城乡，我们都要去考虑到。那我们从空中一直到海面，再到地面，这3点我们也必须要去考虑到。那还有什么？就是很重要的所谓的即时性。因为我相信那个中华电信的张总也知道，很多的影像你要全部传回到伺服器，这成本实在太高了，这是不太可能做的事情。所以边缘计算它一定会势必在智慧城市里面会越来越重要。你势必要把很多的 AI 在即时的前端就把它做完，然后把重要资讯往后面的中控系统送，然后让频段的系统做到后面就可以。整个城市里面，我们先不管智慧了，其实已经布满了很多的摄像头了。我们这些摄像头有很传统的这些类比的摄像头，对不对？有很多新的高清的网络摄像头，那还有很多编码器啊、NVR、DVR、HVR 各式各样的东西。其实他们都在收集影像。这么10多年来，其实我们部件很多了，但是呢，部件那么多，我们靠的还是很多，常常还是我们把它录下来，然后靠的人力不断的去找寻重要资料，分析重要的资料，但是。AI 现在要边缘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做什么事？就是很简单，一言而之，就是让这些影像，我们已经布建好的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不要换掉它？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让他们直接升级？那升级做什么？让他们看得懂这个影像到底的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个就是人工智慧上面，尤其在边缘计算最重要的，就是让这些东西直接落地，直接升级。因为传统 AI 我们做了很久，我们聪泰大概8年前、9年前就已经建立 AI 部门了。那我们用了很多的传统，比如说 YOLO 这一些演算法，在帮客户解决问题。但是解决到大概4、5年前的时候，几乎就已经是瓶颈了。在生成模型还没出来之前，其实就是一个瓶颈。那就是譬如我举例子好了，我们看到我们想要去侦测说是不是有人在打架。但是呢，如果你只是把一个人的特征把它抓出来的时候，你可把骨架这些演算法把它抓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大概很难去知道说这个是打架还是在跳舞，甚至他是倒下，其实你很难去真正去知道这件事情。那现在 GPT 你可以怎样？你可以丢出一个影片进去 GPT， 你可以丢一个影像进到 GPT 里面，然后你可以问 GPT 说，请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 GPT 它都可以很清楚明白的告诉你这个事情是什么？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生成式 AI， 就是多模态的生成式 AI。因为这样的 AI， 它既看得懂影像，它也看得懂文字。那这样的东西它很好，但是我们要怎么？毕竟它在云上。那所以边缘计算要做的这件事就是什么？把这么好的东西把它放到前端去，而不要放到云端。那你放到云端，你势必你就要把影像透过大的频宽传回去，你会有延迟问题、成本问题，你有很多的维护问题。但是，当你把这样的大型模型，如果能顺利放在一个小，像刚刚我们在里面看到一个掌上型这么小的名片大小的这个模组上面，那是我们很多事情就会解决掉。所以呢，在智慧城市里面，我们给我们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提供的是4个硬体。这样子的相关性的平台不同，那每个硬体里面又有不同的设备，然后呢，我们也提供整个软体的设计 ，total 的 solution 给他们。那包含譬如说，举个例子，你在这些边缘计算里面，你上面必须要有一些的 AI 的软体，然后设计在跑在这些 AI 的软体上面做 NVR。那聪泰它有完整的方案，其实在这无论你是4路、8路、16路，它都有完整方案。然后呢，你在无人机、无人载具、无人船上面，你是不是你的控制系统、你的飞控系统、你的传控系统，然后你要必须跟你的 AI 跟踪系统全部都要连接在一起。那聪泰有一套叫做 SON 的软体，专门搭载跟这些无人载具的厂商在合作，然后跟他们做整合。然后呢，因为我们在地端也有所谓的 NVR 跟 SON 这样的软体里面，那势必我们在一个场域里面架设很多这样的设备之后，我们就需要所谓的中控系统。所以不要怀疑，是中控系统也是聪泰来做。中控系统聪泰也包含，无论你在私有云，无论你在这个公有云 ，Public 的Google、Amazon 上面，那聪泰都有服务的能力、技术的服务能力。你任何的需求，尤其碎片化，在 Smart City 里面很多碎片化的 AI 的时候，你进到聪泰，你可以在这里获取到所有的答案，所有的技术的支持。